天星界的众人在震惊片刻之后，天星主的伤势也渐渐的有所恢复。他睁开眼眸，看向萧炎、林动、沐尘三人，脸上甚是带着一丝欣喜之色。没想到萧炎给自己服用的仙品疗伤丹药，竟然有着如此之功效，在如此严重的伤势之下，竟然都能够慢慢的恢复。就连天星主对于萧炎三人的目光，也多了一份恭敬之色。毕竟这三位虽然都是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可是所施展出来的天赋，就算是他们身为第二等级世界中的顶尖强者，都感到自愧不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萧炎三人又与天星界的一众人交谈了一下后，便是告别了他们。多谢萧炎兄、林动兄、沐尘兄，有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天星界做客，有需要用的我们的地方，也随时通知我们。对于天星界而言，萧炎三人这一次可谓是救了他们天星界的众人一命，不然今日他那所有的天星界之人，恐怕都会陨落于此。如今的千元界可谓是有着2大第2等级的世界都在支持着，从此以后怕是没有哪一方大界能够傻到去入侵千元界了。在告别了天星界的一众人之后，萧炎、林动、沐尘等人便是驱使着巨大的方舟，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千元界的方位急速穿梭而去。薰儿、彩铃，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着我。萧炎心中呢喃着，而林动、沐尘也同样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的思念越来越浓郁。毕竟他们离开大千世界已经有着数年的时间，所以距离自己的故乡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一份朝思暮想的意念终于在脸上表达了出来。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之时，萧炎、林动、沐尘的脸上都挂着一抹幸福的笑容。千元界，如今的千元界便是之前由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组成的一个全新大界，其中的灵力浓郁程度早已今非昔比，天至尊的超级强者诞生越来越多，就连踏入主宰境的主宰者也有数位。现在千元界的资源丰富无比，还有诸多新势力的诞生，而诞生的新势力每一个都是超级势力，因为只有天至尊坐镇的势力方的算得上是超级势力。当年目前千元界最庞大的超级联盟势力乃是千元宫，是抵御界外入侵者的最强战力。这最强战力的千元宫引来了整个千元界的强者都想纷纷加入，其热度不亚于无尽火域、武境、幕府等3大超级霸主势力。不过想要加入千元宫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加入的，其实力必须达到天至尊才能有资格其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天至尊都有100%的机会加入。现在的千元宫可不比当年的大千宫，虽然说千元宫的前身是大千宫演变而来，但是最核心的影响力是在这其中有着无尽火域、武境、幕府的加入，才让千元界的人气直接暴涨。而在千元宫里，诸魔我那个已经不是最高级别的存在，而在诸魔王之上还有更强大的位置，诸魔皇。只要诸魔王一出现，就连诸魔王都得是无比的敬畏。千元宫的目前的地位制度由高到低分别是诸魔皇、诸魔王、长老、高级诸魔师、中级诸魔师、低级诸魔师，所以就算是天至尊想要加入，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只有在众天至尊中脱颖而出后，才有获得真正加入千元宫的资格。虽然千元宫成立，地位超然，但从不插手各大势力之间的任何事情，但是一旦有外敌入侵大界，这最强战力的庞然大物就会召集所有千元宫的巅峰力量与之对抗。只要有人加入千元宫后，连诸多超级势力见到了都要给足够的面子。千元宫的宫主依旧是擎天担任，虽然说萧炎、林动、沐尘3人是诸魔王，但是几乎不管千元宫的事务，他们的主力核心还是在于无尽火域、武境、幕府。同时千元宫还有能够观察整个千元界中一切动态的千元之眼，这是当年由萧炎、林动、沐尘3人一起创建的，现在为千元宫所用。只有千元宫的长老各分部的千元楼楼主级别以上的地位，才有资格进入或者使用千元之眼的大能。千元之宫最强战力，抵御界外入侵，和平的象征。每当听到这一句话入耳的时候，都会让很多超级势力以及各大种族都会为之震撼与敬畏。三皇一王便是千元界的最顶级的强大存在，也是所有超级强者加入千元宫的目标。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都有机会成为诸魔王，以及诸魔皇也有可能。只不过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其实力就必须与诸魔王擎天以及诸魔皇的炎帝、巫族、墓主一样强大才行。除了千元宫之外，还有一个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的新生超级势力四圣宫，同样有着不亚于诸多超级势力的火热程度。因为创立四圣宫的创立者乃是萧萧、萧林、林静、慕云熙，而他们乃是千元界中那3位巅峰传奇人物的子女。四圣宫的迅速崛起也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之一。四圣宫的名气已经与其他超级势力以及强大的种族势力有着相等的层次。现在四圣宫中的有着诸多强者，比起刚创立之时，其中的强者已经比那时多了1倍之多。不过虽然这几年千元界几乎处于和平阶段，不过在不久前竟然有着一件怪事发生，那就是很多至尊境甚至还有地至尊强者的灵魂都被夺取。隐隐间一股隐晦的力量已经进入了大千世界，夺取至尊境和地至尊强者的灵魂。四圣宫一处偌大的宫殿中，大厅内站着数百号强者，其中有至尊境，有地至尊，也有天至尊，而天至尊就有20号人。在这些强者的正前方，有着4张龙椅，一字排开，
其上坐着年纪轻轻的一位男子和3位女子，他们4人就是四圣宫的创立之人：潇潇、萧凌、林静、慕云熙。此事当真？一道带着惊疑的声音传来出来，说话的乃是4人中年纪最大的潇潇，如今已经成长，样貌魅惑天成，一颦一笑的魅惑之亦比母亲彩玲还要美艳几分。一身鲜红长裙将那玲珑有致的娇躯衬托得淋漓尽致，犹如火一般的耀人眼球。妖媚的俏脸，眼波流转间散发着种种魅惑，让人心神摇曳。一对凤目略显冰冷，那种冷艳与妖媚结合起来，有着别样风情。望着她这般妖娆女子，即便见惯大风大浪的诸多天至尊，都是眼神忍不住的多瞧了几眼。四圣宫虽然由4人一起创立，而宫中的一些大事情与决策都是由潇潇来决定。禀报萧公主，在圣峰之中，我们的人的确找到了没有灵魂之人的尸体，而且其中还有一位天至尊。此话一出，直接震撼了整个宫殿中的所有一众人，特别是其中的天至尊超级强者，在听到天至尊竟然都被夺走了灵魂后，在他们的深处传来恐惧之意。天至尊乃是千元界的超级强者，拥有天尊灵体，如此强大的天至尊都被对方给杀害，并且夺走灵魂，如此骇人的一幕，不管是谁都会无比的震惊。姐，这可是第一例啊！没想到就连天至尊都不敌对方，着实让一旁的萧凌都是眼神一凝。萧凌那清秀面庞上带着一丝英俊，精致的五官中散发着一种魅力，吸引了一群千元界的天之娇女，都想要成为萧凌的女友。但如今的萧凌一心想着修炼，没有多余的时间投入在感情上，所以都一一拒绝了。这些天之娇女，就连四圣宫的众多天至尊见到萧凌时，身体都是陡然的紧绷起来，因为在萧凌身上感觉到一种无法遏制的圣品气息。在萧萧的右边坐着一位绝美如仙的女子，她黛眉如画，容貌秀丽如仙，那一对美目更是灵动至极，令得她看上去犹如画中仙子一般。她就是灵动之女林静。此时林静轻声细语，微微偏头说道：潇潇，看来对方的目的性很强，专门是收集这些强者的灵魂。潇潇姐，这些都是什么人？为何收集这些强者的灵魂？年纪最小的牧尘之女慕云熙，不过现在她也已经长大，极为的漂亮，唇红齿白，大眼睛黑白分明，晶莹透彻，身上穿着青色的衣衫，美貌简直像极了她的母亲洛丽。虽说慕云熙在4人之中实力是为差的，同时在不久前也已经踏足了圣品之路，成为了圣品天至尊。如果要论实际战斗力的话，慕云熙可以与一位圣品中期的天至尊对抗。对方来者不善，想必应该不是来自千元的。闻言，众人微微有些惊愕，不是大千世界的人，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来自何处？潇潇那妖艳的美眸微微眨动间，在其身上的强大气息微微的散发而出，然后那动人心弦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段时间我也暗中探查过，我发现这夺取灵魂的人应该来自下位面大陆。下位面大陆？这也不可能吧？要是下位面大陆来的人，应该就是刚突破下位面的最高境界，晋升降临到上位面的大千世界。不过其实力应该只有至尊境才是。如果真的按照潇潇所言，那位天至尊不可能会被刚晋升大千世界的至尊境实力之人给击杀，就算是地至尊也不行，因为千元界的至尊境乃是无数下位面大陆中的最高境界所相对应的境界。如果真的是如此，这专门夺取灵魂之人想必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不然绝不可能会击杀一名天至尊。萧凌那凌厉之声顿时弥漫在宫殿中，不乏有着一丝杀意。现在我们怎么办？姐，去圣峰山。低沉的声音传出后，潇潇的曼妙身姿便是缓缓从龙椅上站了起来，那一双带着无比魅惑般的美眸扫荡下方的四圣宫众人。紧接着一道无比霸气的威严之声断然传入众人的耳朵之中。此次行动由10位天至尊在四圣宫看守，其余的天至尊全部随我们前去，我倒要看看这来自下位面的神秘强者究竟是谁。话音落下，潇潇、萧凌、林静、慕云熙则是率先掠出了宫殿之外，旋即同样有着8位天至尊也紧跟其上。如今四圣宫的底蕴可以说在超级势力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所以四圣宫这等超级势力无人敢惹。现在不少强者看到四圣宫的4大公主竟然一起出动，并且还派出了8名天至尊超级强者，如此阵容堪称是超级势力间的大战一般。但是四圣宫出动如此多的超级强者，不是为了与哪些超级势力征战，而是去会一会这下位面来的这些神秘强者究竟是何人。那是四圣宫的4大公主，她们出动如此强大的阵容是要做什么？此时四圣宫外的不少众人看见后，便是好奇地望着天际上那12道流光。你们最近听说了吗？前不久在圣峰山中发现了一具天至尊的尸体，而且死法相当的诡异，你们猜怎么着？众人都是摇摇头，似乎并没有听闻这样的消息，更是竖起耳朵。那位天至尊陨落后，就连灵魂都被夺取了。此话一出，震惊了所有人。他们这段时间是有所耳闻，在他们大千世界中，有不少的至尊境和地至尊强者都莫名其妙的陨落，一样都被夺取了灵魂一说。像这样竟然连天至尊这等超级强者也被神秘强大的对方给击杀，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我想他们应该是前往圣峰山了。听到这里，众人也都明白了过来。
看来四圣宫的4大公主以及8位天至尊集体出动，就是为了调查此事。圣峰山，这里乃是大千世界的西北地狱，在这里很少有势力创立于此，因为这地狱皆是有着诸多的山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非常辽阔的山脉，而圣峰山便是这辽阔山脉之中的最高峰，其中还有着强大的魔兽出没。但是很多魔兽在见到潇潇身上那道9彩吞天蟒的血脉气息后，各个魔兽都是逃之夭夭，这就是9彩吞天蟒血脉的强大压制。禀报萧公主，面前100米距离就到了。其中一位身穿灰色衣袍的老者恭敬地出声道，其修为实力乃是一位灵品天至尊。潇潇的美眸微微凝重起来，自从他们进入圣峰山之后，便是感觉到有一道极其令人隐晦的气息不断地从这座圣峰山中弥漫出来，而且这道气息有着可以影响灵魂的极强力量，就连潇潇等人进入这里后，他们的灵魂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召唤一般，竟然有些站立起来。不过对于实力达到天至尊的他们来说，推动其体内的强大灵力后，才将弥漫至圣峰山的隐晦气息给驱散开来。很快，12道身影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之上，在他们的不远处有一具尸体，就是那位被夺取灵魂的天至尊。众人缓缓地走进去一看，只见那天至尊的身躯上没有了一点生机，而且身上显然也没有与激战过的痕迹，连一位天至尊都无法还手。这些神秘之人究竟是用了神秘手段？就在潇潇几人在观察那位天至尊的时候，原本被驱散开来的那股隐晦气息再度弥漫至整个圣峰山。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得潇潇、林静几人顿时感到不妙。不好，大家快退开！潇潇的厉喝声瞬间传开，然而原本躺在地上的天至尊身躯上竟然散发出极其浓郁的隐晦之力。最后这位天至尊的肉体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后，瞬间爆炸开来，肉体直接化为粉末。随着这位天至尊的肉体爆炸后，竟然出现了数道黑雾，直接对着潇潇、萧凌等人急速袭来。滚！一道沉声自萧凌的喉咙中传出，然后运转起体内的灵力，一道极其强大的声波斗技直接与那暴掠而来的黑雾对抗在了一起。然而那黑雾竟然诡异地穿透了萧凌的声波斗技，很快便是出现在了在其跟前。在黑雾距离萧凌极其近距离的时候，他体内深处的灵魂竟然都是剧烈的一颤，似乎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召唤之力，灵魂竟然想要强行的破体而出。潇潇见到萧凌的异样，急忙的爆发出惊人的灵力，对着萧凌眼前的那一道黑雾拍去一掌。可怕的劲风直接是狠狠的正中其上，顿时一股灵力的风暴席卷而开，将黑雾给震散开去。而另几道黑雾也是在林静与慕云熙的出手之下给轰击溃散。没事吧，萧林？潇潇关心的道，他可只有这一个弟弟，要是受伤了，可不好向自己的母亲大人交代。萧林摇摇头道，没什么大碍，没想到这团黑雾不怕声波斗技，小心一些，我总感觉并没有那么简单。还真如潇潇所言，刚刚被震散的那几道黑雾竟然再度凝聚而起，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处不断的来来回回，当即这些黑雾竟是直接朝着一个空间位置掠去。这些东西竟然想要合体！林静那惊讶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上空处，瞬间在这片天地间散发出了无比可怕的隐晦气息。然而这些隐晦气息似乎是锁定了他们这些人一般，令得整座圣峰山中所弥漫的隐晦力量直接朝着潇潇众人疯狂地袭来。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上空中，那数道黑雾竟是幻化出了一道极度扭曲的巨脸，发出非常阴森骇然之声。没想到大千世界中的天至尊也不过如此。你是谁？潇潇的语气很平淡，丝毫没有任何的波动。我是谁？当然是夺取你们这些天至尊灵魂之人。那扭曲的巨脸竟是散发出无边的可怕气息，就连他们实力已达天至尊都感到了一股危险之感。你有那本事吗？这一次说话的是萧凌，刚刚自己的声波斗技竟然没有起到作用，愣是令他有些愤怒，当即手中竟是凝聚出一道灵力巨齿，直至眼前的巨脸。而那巨脸原本脸上挂着的笑容，竟然在这一刻凝固了下来，似乎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受萧凌凝聚出的灵力巨齿所影响。扭曲的巨脸在看向萧凌的那瘦削俊美的脸颊时，显然那巨脸有着一丝震惊之色，仿佛看见了一位很久不见的仇敌一般。你如果不用这个锯齿当武器的话，反而我会给你留个全尸。巨脸的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下来，萧凌眼神一凝，因为他不仅在巨脸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气息，还似乎有着一丝怒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萧凌并没有想那么多，直接将体内灵力爆发到极致。眼前的巨大扭曲之脸似乎非常的强大，就算自己如今已经迈入圣品天至尊的层次，可面对这样一位强敌的时候，竟然感到一丝忌惮。萧凌手中灵力巨齿缓缓探出，顿时那缭绕在其周身的狂暴火属性灵力变得更加雄浑起来，甚至在其周身处的空间都是在此刻微微扭曲，一股股近乎实质般的狂暴火属性的灵力能量突然在萧凌一道轻喝声中猛地对着灵力巨齿源源不断地灌注而进。随着如此恐怖的火属性灵力灌注后，只见的那原本浑身白色的灵力巨齿都是微微泛起了一种诡异的暗红之色，看上去灵力巨齿就犹如缭绕着暗红火焰一般。这道招式，那道巨脸喃喃道，对于萧凌所施展的招式似乎有些似相识的感觉，不过也没有想太多，转变成厉喝声道，只需要一招
我便破了你此招。而那原本还是巨脸的黑雾，竟然凝聚出一道文质彬彬的黑影。此时黑影的手臂猛地一震，凝聚出一道长枪，斜指天空，旋即重枪带着呜呜破风之声猛然砸落，重枪落地，一股极为可怕的暗劲顺着地面泻溢而出。顿时间，周围的巨石以及茂密的树林在顷刻间，便是在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之中化为粉末。斩地炎！如惊雷般的暴喝陡然响起，枪尖处黑光犹如山洪般猛然爆发，铺天盖地的黑色璀璨光芒带着尖锐无比的刺耳音爆声，闪电般的划破空间，直射远处萧凌。黑光所过之处，整个天地都在猛然崩裂。这道黑影的全力一击，竟然是恐怖如斯。而面对这种磅礴攻势，全场的天至尊都是为之变色，即使是萧凌、静木云溪等人，都是脸色一片凝重。这等强大的招式，几乎已经是达到可以堪比太古阶斗技。这个神秘强者的确恐怖如斯，难怪就连那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都会死于他手。如今看来还真是如此。而萧凌脚步在那众目睽睽之下，缓缓踏前一步，手中暗红色的凌厉巨齿高举过头，手臂之上青筋毕露。望着萧凌高举的凌厉巨齿，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在此刻屏蔽了呼吸，脸色激动的一片涨红。然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下一刻萧凌的手臂一颤，浮现在凌厉巨齿之上暗红色火属性的强大能量轰然落下。燕分是浪齿。什么？竟然真是这一招，那就更该死了！给我破！两道狂喝骤然响起，顿时萧凌凌厉巨齿之上，一道足足几丈庞大的暗红齿芒，以一种势如破竹的恐怖之势爆射而出。齿芒射出的刹那，空间如被投入巨石的湖水般轰然间波动。本来就已经如同废墟般的场地，一道半米宽大的裂缝沿着齿芒射出的轨迹急速蔓延开来，直接是令得地面上的巨石迸碎成粉末。而且那地面上急速蔓延的一道将近半米宽大的裂缝，也是彻彻底底的将这个地面给毁了去。黑色的璀璨强光占据圣峰山的半壁天空，暗红齿芒犹如一道弯月直射而出，两者皆是蕴含着极为凌厉的锋芒，沿途空间波荡，裂缝蔓延，可怕的破坏力令得看萧凌近几人的脸庞上充斥着震撼之色。他们实在难以想象，萧凌全力施展的一招竟然可怕的攻击，若是换作他们的话，也得避之锋芒。特别是四圣宫的其他8位天至尊，仅仅是那泻溢而出的能量，便是能将他们重伤。没想到他们的萧凌公主竟然如此的恐怖，两道极为恐怖的攻击在半空中，暗红与黑色的光芒终于是狠狠地对撞在了一起。天空中的碰撞却是诡异的，没有传出半点声响。一道道错愕的目光缓缓抬起，然后望见了天空上犹如两团颜色不同的水液来回侵蚀的暗红与黑色。虽然这种交锋安静无声，不过眼尖之人依然是发现，在两股恐怖能量接触处，空间都是变得极为扭曲了起来，看上去给人一种虚幻的诡异之感。隐约间有着细微的嘶嘶声响从半空中来回侵蚀的能量中传出，看似和平的交锋，却是都抱着将对方吞噬的念头。萧凌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半空上的两团庞大能量，在齿芒离齿之后，其整个人都是犹如虚脱了一般，脸色苍白如纸，身形摇摇晃晃。若非是有着手中的凌厉重齿出的话，怕是连身形都稳不住。显然萧凌这一次所施展的燕分式浪齿，彻彻底底的将萧凌体内的灵力给榨干了。与萧凌相比，那黑影倒是明显的好上许多，并没有出现不敌的姿态。其目光望着半空中的两团不断互相侵蚀吞噬的能量，天空上两道不断吞噬与纠缠的暗红与黑色能量，却是突兀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剧烈的波动了起来。旋即两团能量在众人疑惑惊奇的目光中猛然膨胀了起来，一道道目光目瞪口呆地望着那突然诡异膨胀起来的两团庞大能量。不知为何，萧凌静儿女的心中却是感受到一股不安。当膨胀在达到某个临界点时，两团庞大能量骤然停止了所有动作，突兀涌现异样的光泽，空间骤然间波动了起来。萧凌与黑影各自的最强一击，似乎在接触的互相吞噬间，隐隐间出现了一点变异。而这种状况，就是连他们本人都是感到极为茫然与诧异。其中的光点在两团能量中急速扩张，到的最后，那光点越来越刺眼，空间的波荡也是在此刻越加剧烈。虽然燕分式浪齿乃是地阶斗技，但是对于如今圣品中期实力的萧凌来说，无疑相当于堪比太古阶斗技的强大力量。天空上两个光点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犹如被刺破了气球一般，一股无比狂暴的天地能量顿时弥漫在圣峰山之上，刺眼的强光从天际洒下。在天地能量狂暴时，暗红与黑色的能量团终于是承受不住能量的异动，顿时一道惊雷般的炸响，携带着极为恐怖的风暴从半空中席卷而出。风暴过处，空间震荡，下方萧凌、静木云溪等几人的脸色骇然无比，望着那急速扩散的能量风暴，即使是相隔甚远，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恐怖。这风暴若是波及了过来，他们这里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全身。不好，空间封锁！林静的身影突然闪掠半空，冷喝响起，一股异常庞大的能量从其体内暴涌而出，而那空间也是在此刻犹如水波般的波动了起来，最后彻底凝固而下。
整个圣峰山的空间，连同着那扩散的能量风暴，也是彻底的被凝固下来。虽然能量风暴被临近制止，但是潇潇的脸上则是越发的凝重，因为在最后一刻的对碰之下，那黑色光芒竟然吞噬了燕分氏浪齿的全部力量。正当潇潇想要靠近查明一下情况时，一股强大的隐晦之力竟是闪电般的冲出，轰击在了措手不及的萧凌身上。被这股隐晦力量击中后，顿时一口鲜血从萧凌的嘴中喷出，旋即整个身体狠狠地倒射而出，最后犹如一道黑线，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萧林，潇潇脸色瞬间一变，以极快的身法出现在了萧凌身边，缓缓地扶起萧凌，立马从那戒中拿出了一枚疗伤丹药。这枚丹药乃是药尘所炼制的一克高阶丹药，也在这第一时间给萧凌服了下去。看到萧凌如今被对方重伤，原本妖艳的绝世容颜瞬间脸阴沉下来，然后缓缓起身，手中印结猛地一动，嘴中冷喝道：“敢伤我弟弟，今日我饶不了你！九彩吞灭光！”喝声落下，一股超越仙品的圣品灵力凝聚出一道拥有9种颜色的光束，直接洞穿虚空，射向黑影所在的方位。